我想，没有哪个国家比中国的陆地交通更发达了吧？除了傲视全球的高铁系统，咱们已经有近58个城市开通了地铁，所以大家去旅游从来都不在出行交通工具上做攻略，因为没必要啊。但出国玩就不是这么回事了。美国算是全球最发达的国家了吧？但不妨碍它没有车就没有腿的出行现状。而且美国又不像第三世界国家那样，随处可见便宜的人力车，除了个别大城市外，共享单车也是几乎没有。那么，如果你去美国旅游，一定要看这篇交通攻略。美国有地铁的城市有这些，绝大部分都是一线城市，但美国的旅游绝不只是玩大城市，所以在美国指望地铁出行是远远不够的。而且地铁上遇到这种浑身发臭的流浪老哥和这种精神不太正常的黑哥概率是很高的。所以虽然在纽约、LA 和华盛顿地铁游玩很方便，但它肯定不是在美国最佳的出行方式。很多人不知道，美国有个 Amtrak 火车系统，铁路线遍布全国，基本可以对标国内的高铁，在东海岸和西海岸非常好用，比自驾还方便。而且它的座椅很高端，比国内高铁的1等座还舒服，基本等同于小飞机的商务舱座椅了。但是有个棘手的问题，它的票价是浮动的，而且浮动巨大，同一日期同一趟车的票价都可能在几分钟之内翻好几倍。我就有过为了赶飞机临时花$130买了一张正常时段$30的票，离谱吧？所以如果你想跨城游玩， Amtrak 非常好用，但一定要提前买平价票，这才是美国最主流的出行方式。尤其是落地美国西海岸的朋友，带上国内驾照和翻译件，直接坐机场免费巴士去机场租车点现场租就行，一般$50到$70每天就能租一辆非常不错的车了，十分方便。美国是车轮上的国家，全国的高速公路系统都很发达，但是租车这一块需要注意的事儿太多了，比如怎么办驾照翻译件，怎么买车保险不花冤枉钱，怎么自助加油，怎么遵守美国交规避免被交警罚钱，足够单拉出一篇10分钟的视频。我会结合我无数次的租车经历，马上发一篇史上最全的美国租车长视频攻略，朋友们可以蹲一下哦。美国的巴士主要分为市区通勤的短途巴士和跨城的长途巴士，很多城市的市区巴士都比较复杂，班次也不密集，游客就不要轻易尝试了。不过有一个地方很有趣，他们的司机对你给不给钱似乎一点都不在意，有时候你搞不懂怎么付款，他直接大手一挥给你免掉了车费，而且很多巴士本身也是免费的。长途巴士呢，比较有名的有 Greyhound 灰狗巴士，还有 FlixBus 和 Megabus 等等，票价很低，适合极度穷游的朋友，但只有10级铁定才能扛住哦。哦对了，你猜我为啥没提到打车这个选项呢？因为基本打2-3次车的费用就够你自己租一整天车了。